视频开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在用什么设备玩游戏？前2年，别说是游戏硬件了，只要跟电子啊、数码啊沾点边的，价格是真的魔幻啊！首发价是首发价，日常价是日常价，你卖你的，我买我的。发布会上发布的价格跟你买到的价格有什么关系？但现在时代变了 ，Switch 就不说了 ，OLED 版已经浮动到差不多1800了，我买的时候花了3000多呢。PS5前阵子甚至能卖到2400，这可是带保修会魔法的国行啊！ Xbox 也有一点价格的变化 ，XSX 差不多3000多 ，XS 还是一如既往的性价比。价格变化这么大，也是时候更新一下御三家主机的入门指南了。如果你想知道御三家主机怎么选，那看完这条视频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一直都觉得Switch 才是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主机。你想想看啊，这2坨大块头摆在客厅里面，放上电视就不说了，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适合被爸妈看着玩的。恭喜恭喜，玩去吧！我要买 GTA 5。再看看 Switch， 掌机可以带出去玩，马里奥、卡比这种游戏，家庭娱乐也没有问题。Joy-Con 相当于是自带了2个小手柄，在外面也可以和朋友简单的玩一玩。还别说健身环这样子的游戏，往客厅上面一插，过分一点，你甚至还可以找爸妈跟你一起 A 游戏钱。我是哪个？你是小白孩，小白孩发球啊。不过入手 NS 的小伙伴要直面的问题就是性能不够。一个8年前芯片的性能，你能指望它好到哪里去？看看《王国之泪》吧，画质可以说是抽象了，掌机还能看，插电视，远处的风景就是一个手工贴图的水平。第三方移植作品就更抽风了，什么巫师啊、Apex 啊，那都是点中点了，每一个都能单独拉出来骂一集。这1、2年 Steam Deck 啊、Win 掌机啊发展的贼快，那可能就有小伙伴说了，买啥 Switch 啊，直接 Win 掌机不香吗？不香，主要是就算抛开售价不谈，非常难辅导的系统，永远在没电的拉垮续航，以及并不掌机的重量，注定了他们只是小众的需求。又没电了。所以 Switch 的优势其实也很明白了，性能差，但基本能说是本世代唯一的掌机。你不认为游戏的画质是游戏的核心，向往那种孩子般纯粹的快乐，那我觉得 Switch 真是骂归骂，但这么多游戏玩下来，还是最让你快乐的那一台机子。对没有接触过主机的朋友，我永远首先推荐 Switch。第2个问题，价格坚挺的离谱。第一放游戏贵，实体卡带甚至能理财。王国之泪发售那会儿，旷野之息也跟着涨价，就离谱。那这种时候就可以看看数字版的游戏了。如果你没有收藏癖的话，官方的认亏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500来块钱可以兑换2个第一方的游戏，有想玩的游戏，尤其是首发的游戏，省下一笔开销的同时还不用等快递。哦，对了，如果你需要玩联机的话，比如像马车啊、喷喷啊、动森这种，在 Switch 上你还需要额外购买一个会员服务，有点小贵。如果上家庭会员的话，还能省一点。现在这个时候入手 Switch 的话，价格倒是不错，但可能要小心背刺。最近 Switch 2的新闻越来越多了，又是开发套件啦，又是性能接近 PS4的，真不真的讲不清楚。不过我倒是觉得老任新机器肯定是香的，但价格可不一定。现在买 Switch 的价格，怕不是翻2倍也买不到下一代的机器。所以说，如果你在 Switch 上有想玩的游戏，那你还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如果说预算 OK 的话，直接无脑 OLED 版。不同版本的 Switch 差价不大，不过 OLED 的外观、配件各方面的体验明显更好。前不久我也做了一期 Switch 怎么挑的视频，对 NS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续航版倒是能用，也能降低一点点的预算，只是质感和硬件就像是5、6年前的数码产品啊，不对，它本来就是5、6年前的壳子。Switch Lite 的话，可能是本世代最后的掌机了，这可是真掌机哦，不能放口袋，也敢叫掌机？性能倒是一样，王国之泪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只要是没有 Joy-Con， 少了一些互动的玩法，比如说奥德赛里面你就不能物理丢帽子，健身环直接就没得玩了，没有主机模式也就不能连电视，体验上的落差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要大。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PS5 的刀法非常直接，2个版本唯一的区别就是光驱。我其实会更推荐大家购买数字版，能省则省嘛，毕竟最核心的性能画质也没有区别。现在的固态也没有以前金贵了，真就白菜价。这隔2年前谁敢信啊 ？PS5 扩容也很方便，所以没有必要为了省内存买光驱版主机，它只适合喜欢收藏光盘或者是有实体出2手需求的小伙伴。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PS5 的，别的不说，就说开机这画面。这才叫次世代，页面也比 Xbox 的青春版 Windows Phone 更游戏一点，非线性动画，自带 BGM 的首页，
哪怕是商店都让人更有购买欲。Xbox 被狠狠摩擦。不过在游戏这一块，大家都喜欢吹 XGP， 因为它看起来似乎便宜，然后天天刷索尼已经断气了，就硬玩梗。索尼最大头贴。但是也真就是玩梗而已哦。现实情况其实是 PlayStation 还是很强，玩家就是多，在线匹配也更快能匹配到人。至于独占，也是索尼被调侃的重灾区，主要就是说索尼会把宣传主机独占的游戏送上 PC， 背刺主机玩家。但我想在这里说出一个有点爆的暴论哦，大部分 PS 独占或者说现实独占嘛，像地平线他们只要一出来，我是一天都不想等了，就想着赶快能玩到。1年还是2年之后上 PC， 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毕竟咱们是打游戏，又不是买新能源，对吧？那至于你说 XGP， 索尼肯定也是意识到了对手的商业策略有多强 ，PS 也是有会员服务的，而且 PSN 会员纸面阵容可比439豪华，神秘海域、地平线、死亡搁浅、对马岛、蜘蛛侠、原神。4月份送了麻布仔，6月份又送了2K， 不过 PSN 会员刚好涨价了一波，之前1年600港币，现在差不多是700，很难受。当然喽，虽然人家价格高，但是游戏质量也高啊。身边最近才第一次尝试 PS 的朋友，我还是人均建议提前安排一个会员，玩3、4个第一方游戏，索尼都亏麻了。其实 PSN 会员和 XGP 最大的区别，除了价格以外，可能还是首发。受这种区别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老玩家。PSN 阵容确实牛逼，但是对于老玩家来说，这里面的游戏绝大多数都是玩过的。新游戏你又不及时上，反观西瓜皮，人家会有不少的首发游戏，这一点上 PS 是吃亏的。毕竟玩家的钱也不是风吹来的，谁便宜管饱就选谁呗。这只能期待一下索尼再加把劲儿，咬咬牙放点血，整点首发呗。PS 的话，现在也不缺货了，问题只剩下游戏的价格了，是真的贵，傻贵的那种贵。第一方贵也就算了，第三方还是贵。了解的小伙伴应该了解，跟 Steam 差不多，主机上购买游戏也是有低价区的，但 Xbox 换区是设置完重启，Switch 换区只用上个官网 ，PS 换区重新注册一个账号，真的麻烦。手柄也是 PS 很有特点的地方，你把御三家的手柄放在一块儿，就会发现索尼的手柄是最特别的。其实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十字键的位置。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更喜欢 Xbox 手柄的感觉，因为它按键和摇杆的区域是对称的，搓起来会有一喵喵的人体工学。但抛开这一点不谈 ，PS5 在扳机和震动上就完全和 Xbox 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没玩过主机的朋友玩一次宇宙机器人，很难不发出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次时代啊！第一方阵容强势，扩容方便，手柄反馈优秀。如果你向往与 PC 完全不同的游戏体验，那 PS5 会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Xbox 呢，将产品线切成了高低2个档次 ，XSS 和 XS。XSS 入手价格便宜，小盒子，块头不大。你要是变态一点，甚至可以插个便携屏带出去玩。淘宝上甚至还有这种东西卖，次时代游戏本是吧？如果你的主机有经常移动的需求，比如租房住啦，或者是租学校的房住啦，那方方正正的 XSS 确实更适合放到包里面。更关键的是，西瓜皮非常适合小白玩家。坏消息，方方涨价了；好消息，没涨过 PS 会员。淘宝上还有更低价的会员，不过来源并不明确，可能有低价服各种活动的时候囤的码。当然，如果是这种还好啊，更可怕的是，这里面甚至可能有奸商利用 bug 恶意刷出来的兑换码。这种会员用一天算一天，分分钟就被微软没收了，不太推荐入手。西瓜皮会员有一堆4才99玩，什么祖玛啦、植物大战僵尸啦，甚至胡闹厨房的本体都可以玩。大一点的，上一代的 FIFA、地平线。模拟飞行也是包含在会员里面的，不过最划算的还得是玩首发。最近一次 Xbox 的 Showcase 总共介绍了27款新游戏，然后反手21款首发加入 XGP， 真正的毫无人性。上个月的重量级大作《星空》，XGP 用户连1分钱都不用花就能看戏，乐。这还没完啊 ！XGPU 甚至还可以在电脑上面用，大部分游戏存档都能互通 PC 和 Xbox， 实际效果比听起来还离谱。你在客厅用主机玩完，回到卧室里面用 PC 接着玩 ，PC 玩完了，第2天上班还能用手机云游戏玩，延迟感知也不高。这时候再看向我们一定要用 PS5 串流的新 PSP， 这不得来句遥遥领先。XS 就是御三家主机里面的性能大哥了，主打一个高画质，理论性能比 PS5 还强。这时候有的玩家就要说了，强有啥用啊？星空不还是30帧？你说的对，但星空是毕设自主游，
但是这确实是目前性能最强的本世代主机了。你也说不准哪一天微软给你收个不是憋个大招。Xbox 有个很大的问题，破容。有一说一啊，微软这么财大气粗，但在存储上面是真的小气。本机1T 的存储当然不够用，隔壁 PS5 能自己买 M2 固态 ，Switch 也能买便宜的内存卡。Xbox 想扩容就要购买细节定制的固态。虽然比拆机加固态方便很多，但实在是太贵了，800块钱买半 T， 你是从苹果拿货的是吗？XSS 就更惨了，画质低忍了就忍了，实际使用容量还要被公摊出去100G， 到手就只有300多 G， 下个 NBA 2K， 好家伙，无了。好在微软最近发布了1T 版本的 XSS， 甚至传闻还会有2T 版本的 XSX 发售。还得再抢救一下。就算你解决好了存储的问题 ，Xbox 还有一个顽疾，点中点之微软不懂玩家。一句 PC 不也能玩吗 ？Xbox 用户就死机了。确实啊，高配 PC 接个 Xbox 手柄，把 Xbox 一开，这和 Xbox 有啥区别？你还别说 PC 的 Xbox 终端能玩《死亡搁浅》中的 Xbox 独木战的游戏，最后两边一比较 ，Xbox 的优点反而是性价比了。这可是一台主机啊，跟显卡比什么价格？更可怕的是，前2年 PS 供货紧张，价格虚高 ，Xbox 上能一战。现在 PS5价格下来了，第一方游戏阵容也诱人了。对于新玩家，索尼的好货可远比车厢球年货来得更有吸引力。Xbox 的优点就只剩下能玩首发的西瓜皮了，但 PC 也能玩呀。所以比起 Xbox， 我更愿意推荐西瓜皮。微软，你快支棱起来呀！最后我自己来省流一下，我的建议是根据你喜欢的游戏来选择游戏机，喜欢玩什么就买啥，绝对不会出错。喜欢日式 RPG 或者是小蜘蛛、地平线这种索尼第一方现实独占游戏的话，选 PS5。喜欢老任的 IP， 喜欢客厅社交，对网游 FPS 没有什么兴趣的，可以试试看 Switch。如果没啥想法，都不知道玩啥，或者是刚接触到主机的话 ，Xbox 就无敌。你要是搭上个 XGPU， 连玩啥都不用考虑了，给你啥你就玩啥呗。4399的调侃归调侃，人家的首发可真不含糊，性价比就一个拉满。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你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